秦刚前脚刚走，中菲海警船险些相撞。菲律宾的挑衅为何越来越大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菲律宾增加4个美国军事基地之后，美菲联合演习又展示了海马斯火箭炮打靶船的能力。虽然6发全打偏了，但是此举向中国示威的意图非常明显。为了缓和近期趋于紧张的中菲关系，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访问了菲律宾。然而，仅仅1天之后，菲律宾的巡逻船就驶进中国控制的仁爱礁，与中国海警船展开对峙。双方船头一度相距只有36米至46米。事发当天，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舰马拉帕斯瓜号和马拉布尔格号邀请一批记者乘船参观，在南海进行了1670公里的巡航，为期6天，造访了12个岛礁。这是菲律宾亲美势力策划的挑战中国9段线主权的新动作。这2艘菲律宾的舰只驶往仁爱礁附近海域时，中国海警船通过广播要求其立即离开。2艘菲律宾的舰只则广播称要驶向仁爱礁进行现场勘测，反而要求中国的船只驶离我们的航道。正当其中1艘菲律宾的舰只驶进仁爱礁入口时，中国海警船突然转向并阻止其驶入，双方的船头一度几乎撞在了一起。从对峙画面上看，菲律宾的这艘海警船与中国的海警船相比，其个头就是个小不点儿，但是呢，态度又非常嚣张。菲律宾海警不顾中菲关系当前比较困难，甚至无视中国外交部长刚刚与小马克思会谈的背景，刻意策划了这起挑衅事件，无非就是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中非有争议海域活动的关注。针对这起危险接近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立刻表示，这起事件提醒人们中国在争议海域骚扰并恐吓菲律宾船只。他还说，针对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都将引来美国的回应。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华之时，中菲2国发表的中菲联合声明强调，期盼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以和平方式处理争议。但是最近的情势变化证明，现在的菲律宾政府与杜特尔特时期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也就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现在的问题是，菲律宾为何在对华态度上表现得如此反复？这只能证明菲律宾国内的亲美势力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不能说小马克思政府是两面派，只能说菲律宾国内的亲美力量几乎是在以不可控的方式不断地挑衅中国，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这与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地区挑衅明斯克协议的约定何其相似。菲律宾政府就算不想全面倒向美国，但是有亲美力量的推动，再加上反华舆论的绑架，其整个国家正在失去战略自主，对中国的任何承诺都是不可靠的。虽然我们并不想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冲突，但是因为美国需要中菲发生冲突，而且正在鼓励和推动冲突的发生，这才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中，如何塑造对美国更有利的周边态势非常关键，而菲律宾几乎是整个东盟唯一的能够配合美国挑衅中国的国家。南海是否能够保持和平稳定，现在看相当难。中国在必要的时候教训一下菲律宾的亲美力量，而且要打疼，否则就会麻烦不断。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